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兔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他自己是没有什么政治立场或者是观念的，其实不然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成长环境、教育经历、社会、信息源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影响，这就必然会形成一种不太稳定，又或者是极其稳定的观念。如果有人说他没有，但其实当他在参与讨论某一项议题的时候，旁人很容易就能够听出来支配他内心的那套体系到底是什么。大概2-3年前，就有朋友向我推荐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测试，叫做中国政治坐标系北大未名版。它是通过一些选择题分析出你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坐标，从而得出结论，你在这3个层面是偏左还是偏右。可能有很多朋友之前已经听说过，甚至已经测试过了。总之，我还是想分享给大家。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北大未名版，实际上是北大未名 BBS 网友们集体创作的一些题目，他们参考了英文版的政治指南针测试。不过现在坐标点密的主网站已经没有办法再做测试题了，但我却意外地发现，它的一个子网页却仍然开通着答题功能。答题必须全部结束后才会显示最终的结果，一共有50道题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一道题它的选项都是4种：强烈反对、反对或同意、强烈同意，没有中间选项。因此需要迫使你选出内心真正的倾向。问题的话，只需要考虑题目本身即可，不需要带入复杂的背景。比如，你不需要考虑这是不是发生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，会不会有什么我没有考虑到的条件，只要给出意识形态的第一判断就可以了。题目会从政治过渡到文化，然后是经济，并最终测出你的结果。政治、文化、经济坐标的负值均代表倾向于保守，正值均代表更倾向于自由，3个值的最大区间均在-2至2。下面我们随机列举几个测试结果来进行简单的分析。这个结果是我的一个朋友测得的，也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名全负的。他的这几个测试结果表示，他可能具备着赞同政治专制、经济计划、文化复古的这几种特点，但还达不到过分保守的程度。这个结果也是来自我身边的一位朋友，这也给我们显示出人观念的多样性。一个人他可以在政治上偏自由主义，但文化上却可以稍微保守主义。不过可能因为政治与经济的深度关联性，我较少看到政治经济结果处于正负2个区间的。这个结果是我看到一个网友在社交账号上分享的，都是相当自由、特别自由的倾向了。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，太自由了点，这可以说是相当你懂得的观念激进派了。这一个测试站点2007年上线，2010年推出修订版，2014年提供了不含隐私的数据下载，2015年很遗憾被认证了，作者团队也宣布停止了运营，并且放出了全部的数据下载。据悉，大约有100万中国人进行过这项测试，这也为许多政治科学研究提供了不错的样本。这是当时数据公布后一个85后年龄段的14万人的测试结果。例如，57.8亿的人强烈同意言论自由会导致社会失序，42.8亿的人强烈同意武统，74.79%的人强烈支持人口计划等等。4年过去了，如果把这个测试再度开放，不知道结果如何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还可以进行一个政治指南针测试，这个就是中文化的题库翻译，它测试出来的结果反映的是西方的左与右。北大未名版的测试系统因为基于中国政治价值体系，因此所得的测试结果其实是中国的左与右。众所周知，中国的坐标轴其实整体偏左，所以一些中国所谓的右派反而是西方所谓的左派。这个测试结果只能大致反映出一种倾向，加上这个测试的方法其实受到了不少专业性的质疑的，所以我们只能说它只具备某种参考价值，而且它的结果并不是唯一的恒定的，像我每隔一段时间测试一下，会发现结果都是有一点差异的。所以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同样做了这样一个测试，
你们的差异很大的话，那其实你应该做好一种心理准备，就是说有可能某一天你们会互贴标签、撕逼，甚至是拉黑。因为这种左右，就是西方的左右，它是建立在了一种底线共识上的，而我们这种还是在建立中，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那么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